大家好，请问你有没有经验，在晚上睡前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呢翻来覆去，大脑还是不断的有许多白天的事情像跑马灯一样，没有办法让它停止下来。躺在床上呢，是越来越心慌，看着这个时间一点一滴的过，但是一点睡意也没有。所以今天在这呢，我要和各位分享如何以佛教的吉祥卧，让自己的心能够慢慢的沉淀沉静下来。如何用这种方式呢，让自己的心安住。在我们佛教呢，有几个威仪有身的威仪例如身要立如松，行如风，坐如钟，卧如弓。所以卧呢，就是在晚上睡前呢，躺卧的方式，不像我们一般睡眠。卧如弓，各位知道弓箭嘛它是有点弧度的。那在佛教来讲呢，在一天当中24小时，这个睡眠呢是占我们人生很大的占比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在睡前呢，运用我们这种安心吉祥卧，让自己的心沉静而入睡，心系光明那这是非常吉祥的。有一部论点叫《大毗罗遮那佛说要略念诵经》当中呢，经文是这么说：初因正身威仪，右胁累足如狮子卧，若肢体疲懈，随意转侧，当思名相，坐速起心。那如何做呢？首先你在躺卧的时候，就是我们以身体要如何做这个姿势，要先右躺，然后你的右手是微微的伸屈起来，靠近自己的身体。那你的两脚呢，累足在经典里面它有说，右手扶住右边的这个腮的这部分，像个小枕头一样。那你的两脚呢，就是累足，把它叠垒起来，右大腿在你的左大腿的下方，轻轻可以交叠，或者是你可以稍微很自在的放在你的右腿的上面。那你的左手呢，就是放在你的左大腿跟这个腰部这个部分，所以形成一个就像一个弓箭的样子。那为什么要这样的做法呢？有一部论点叫《大毗婆沙论》，就有提到这个右胁而卧，卧当如狮子王右胁而卧，为护身语意，令不放逸。那这一个论点的含义告诉我们是说，狮子王狮子王就是指狮子的意思。他晚上呢睡觉的时候，他的身体都是往右而卧的。狮子是万兽之王嘛，所有很多的动物只要听到这个狮子一吼的声音，其他的动物都害怕。所以这里比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狮子它是非常警醒的动物，因为它是非常聪明的，所以它晚上呢，为了避免不被其他的动物袭击伤害，所以它是以右胁而卧。为什么？它随时都可以起身，然后呢就可以有下一个动作。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说睡眠也是要保持觉知不让我们的身心进入放逸跟散乱。佛教就称为是吉祥卧。为什么是吉祥卧呢？因为佛陀他在入灭，就是在他完成了他在人世间的使命，度化了他所有的众生，也为未来的众生结下一个法缘呢。他最后呢，以80岁的年岁呢，离开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那时候佛陀离世的时候的姿势就是这个吉祥卧，所以我们在晚上睡的时候的姿势呢，应该要先把它做好。怎么做呢？就是身体向右侧躺，右手非常舒适的托着右腮，左手呢自然平放在左腿上，双腿微曲，就像个弓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睡姿，这在现在的医学的观点呢，也是很健康的。为什么呢？我们的人的心脏在左边，如果我们右斜卧，就不至于对这个心脏呢会产生一种压迫，那这样子它的气血就会比较顺畅。那这样子呢，我们睡的这个整个起来，人呢的精气神都会比较好。所以这是一种在睡的时候呢，以我们的身姿呢来提醒我们自己内心也不能够太过放逸放纵因为很多人睡觉呢就是觉得要放松，就是可能睡姿都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姿势。但是如果呢，我们能够以佛教这种的方式呢，会让我们能够安稳而卧，让我们的身安，心气也沉，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精气神能够恢复得非常的好。同时呢，我们这样子卧如弓呢，也不会失掉这个威仪，不至于躺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奇怪的睡姿，让我们心呢也变成一种懈怠之相。再来呢，因为我们的心收摄，心系光明呢，就不至于有太多的这个梦夜，就是所谓的做比较不好的梦。尤其如果能睡前呢，以这样的一个睡姿，同时呢，心我们能够默念佛号，一呼一吸就是心系的佛号，阿弥悉陀佛吐，阿弥悉气佛陀吐气，这样子一个调气，慢慢让自己的心系着佛号，这就是一种不懈怠、心向光明的象征。那你的心就不至于会散乱，那你就是会常常能够不漏所有一切的善根。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以身体的姿势来帮助调内心。那我们其实如果不缘念佛号调息，我们也可以意念《金刚经》有一句话：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亦不可得这是出自于《金刚经》，非常著名的。为什么要去意念这一个经文？那这样子我们的思绪呢，就不会刚刚讲的像跑马灯一样，心猿意马嘛，就是又像猴子又像狂野的马，到处的乱跑，没办法收摄。那我们就以佛号，也可以以这一个经文里面的偈文来好好的想我们所有的这个过去，就是今天吧，所有早上白天一整天所有的事呢，我们就要完全不要再去想了。有些事情还没做，那就是想的是未来的事。那过去的心呢，就是懊悔着有些事情做不好，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管是你接触的人事物，这些呢都会干扰我们的心这些我们都要完全放下。放下过去呢，就是放下执着心，不去想这个未来明天我要做什么计划，明天我一定要完成什么，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所谓的在佛教来讲是一种妄念还没有办法可以预测到结果的，这个都叫做妄想跟妄念如果是自己的能力人为能够努力的，那我们就尽量努力，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也要放下这个妄念的心。
现在的心其实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掌握，因为过去的累积就是我们现在的心的前一秒就是过去心，那现在的心在想下一秒的事，那就是未来的心念的造作。所以我们这三个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心念都先止息，都先放下停放下来，不要太去纠结它有什么事情没做好，什么人事物，这些我们都要完全放下。我们只是想着现在这个当下，现在你应该好好的休息不要再去想过去，也不要去想未来，只要现在的这个心念安住在我们佛号，或是安住在一个偈文，这样子让我们的心慢慢练习透由这个吉祥卧刚刚我讲的这种非常吉祥的姿势，来让我们的心慢慢的沉静下来。这样子呢，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好可以自我调心的一个法门。因为我们在睡前呢，能够意念佛菩萨，或是意念一段佛教的经文，这个都是让我们的心念跟着这个佛菩萨的光明不断的接轨，让我们的心不至于昏昧、昏散、懈怠。因为在我们佛教来讲呢，睡眠呢，其实讲另外一句话叫做小死，我们人呢最终走叫做大死。那睡觉一天下来，最后进去我们的这个棉被窝里面呢，在我们佛教来讲叫短暂的小死，就是说那个时间我们都没有办法能够精进在佛法，心念在用功在佛法，所以等于说是短暂止息了。那就好比说我们人最终走到最后临终到最后末了结束生命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在睡前如果能够意念这种无常，不要让自己的心呢一直要不就是悬在过去，或是看望着未来总是心没办法安住在当下。我们要常常这样子的练习，让自己呢就是每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就感念所有一切人事物，不管是好不管是坏，也会过去的就是一切都会回到它原本的因缘。这就是我们修行人呢在面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修心的法门。所以每天6、7个小时、7、8个小时的睡眠，我们也不浪费让我们的心一直都和佛菩萨环环相扣、心心相印。那这样子我们睡的很多的时间呢，都在增长我们的学佛的资粮跟功德。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可以学习，让大家开始在这个部分去做一个初步的练习。所以你现在知道佛教呢是以这种右斜卧就算你没有睡得非常久的时间，但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吉祥卧的方法呢，就算很短的时间，它的这个睡眠的质量也是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和佛菩萨的这个光明心系一念，心不散幻。那我们在这里睡眠的当中，其实也是在做一种心性的修炼跟修行。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以这样子的一个方法，我们的心和佛菩萨有这种非常紧密连结的亲近呢，那我们就比较不至于会有这种噩梦连连那我们的身心就会清安。我想这个呢是各位可以试着学习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在睡前呢
如果你们可以把我们频道佛教咒语的播放连结打开，我们有非常多的咒语，你们也可以在睡前的时候呢，先稍微静坐调息，同时耳朵呢是听咒语，之后呢让自己的心调伏的更沉静的时候你再到床上开始我们来做刚刚的，就是以吉祥卧的方式，在这个呼吸之间呢，我们可以开始，你可以用这个佛号观音菩萨或者是阿弥陀佛都可以，任何的佛号只要跟你相应的，你都可以用一呼一吸之间呢来默念调息观想，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身心的状态呢非常的调和，非常的清安心不至于想非常多烦乱的事情，没有办法就是脑子可以停下来，借由这个佛号咒语，这些佛菩萨给我们的加持的力量，让我们的心能够止在佛号或是咒语，因为心能够止住，我们才能够升起它这个不同的安定的力量。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每天呢请大家可以在睡前呢播个5分钟或是10分钟，先把自己的身心呼吸调息。像我们呼吸呢，我们有一个呼吸的禅修法，就是一定要21次一呼一吸，所以一呼一吸算1次，你要有算到21次，你一次呢你要做到有21次的一呼一吸的调息，这样的一个禅修，你的心呢就会比较稳定，你就能够比较安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不同的方式都可以让我们在睡前能够把心安住的方便善巧的法门。最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意念佛菩萨的殊胜功德，以及我们能够学习佛法非常多的具足的顺缘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在睡前要多感恩多缘念，那这样我们在睡的时候呢都在不断的增长我们自己的修行的福德因缘那今天呢在这很短的和各位分享这个所谓的佛门吉祥卧，希望呢能够带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睡眠的时间，让你呢能够明天拥有一个崭新的一天，去面对所有的人事物。那也希望如果你能够把我们的频道订阅起来，小铃铛开启，同时呢也把我们的影片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都能够从这个影片当中呢也能学习到如何简单的把自己的心调下来的方便法门，那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布施另外呢还有一个粉丝热推，我们1周当中有3次你们可以热推我们的影片，这样子呢就会让我们的影片可以给更多不同的人去看得到，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这个帮助，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要持续的护持我们的频道，那也希望我们下回见，也祝福大家安心好眠，心系光明，福德无量，阿弥陀佛。